排行榜生命灵数看妈妈大师，完全就是 ENTP 辩论家的前3名。如果你是上榜的有 ENTP 辩论家特色的人，天生就是好奇心很强，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探索欲，从小就是好奇宝宝。对灵数熟悉的同学，不妨可以猜一猜哪个数字的人会有辩论家的特质呢？生命灵数看妈妈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妈妈大师。今天来说 MBTI 排行榜密码563，就是 ENTP 辩论家特色的前3名。用生命灵数乘 MBTI 可是妈妈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快看看自己是不是 ENTP 辩论家吧。对灵数熟悉的同学，不妨可以猜一猜哪个数字的人会有辩论家的特质呢？最想猜的是天才7号人吗？哦，很接近，但可惜没上榜哦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没上榜不等于没有辩论能力哦。毕竟7号人是天生的幸运儿，辩才无碍，很容易不小心碾压人家，瞬间就把对方打趴。还有7号人，你遇到麻瓜时可能懒得多讲，因为这样才会不小心掉出榜外的哟。生命灵数和生日数字有以下3种特色的人，就是有 ENTP 辩论家特质的人哦。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，怕不小心算错，或是解读没把握，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上榜，就让妹妹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，很简单的。有妹妹大师帮你算的同学，请对号入座，马上知道有没有上榜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上榜的是生日数字有5的人。为了减少妹妹大师 NG 的次数，就不教学了，请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帮你哦。注意听哦，有5的你最厉害的能力是，没有你问不了的问题，只有对方不好回答而已。是不是听起来超级厉害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的好奇心旺盛，加上消息很灵通，只要发现整体气氛有点怪怪的，你就会问八卦问题，而且想把故事挖得更深。这和 ENTP 会问的八卦问题有够像。有5的你和 ENTP 的人天生就是好奇心很强，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探索欲。你们可以很自然轻松地问各种问题。听说 A 跟 B 最近有点微妙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？背后有什么隐情？这个问题很 ENTP， 而且很有技巧的哦。有5的人消息灵通，当然知道 A 和 B 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是想从事实中找到更深层的原因，想要随便打发，根本不可能，对吧？再来 ，ENTP 不喜欢接受表面上的答案，会不断追问，直到找到更深入的真相。这和有5的你一样，当然要追问下去。他们最后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？因为什么事？有没有人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呢？ A 平时是什么个性 ，B 又是什么个性？光是这几个问题就很有得聊了吧？你们喜欢跟人聊天，参与八卦，不只能融入社交圈，还能建立更深厚的人际关系，很有趣啊。但有5的你和 ENTP 好奇心可不止这样，你们还会分析复杂的人际关系，锻炼逻辑思维和观察力，享受解谜的乐趣。接下来你们会低调小声地问 A 和 B 的个性差异是导致关系破裂的原因吗？用挖掘式的问法很容易让人继续聊下去，一个不小心就什么都说出来了。除了满足好奇心，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外，还能让有5的你和 ENTP 很有成就感哦。毕竟八卦通常和隐私有关，需要注意分寸，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，所以你们会接着问，有没有可能是 C 在其中搞鬼？直接挑战 A 和 B 可能个性不合的既有想法，还点出了所有人没发现的盲点。这个想法让大家想法爆发，踊跃发言，因为没有标准答案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起来，瞬间点燃所有人的好奇心，一起脑力激荡。这可是有5的你和 ENTP 才有的超能力哦。接着上榜的是很多6的人，几个6算不出来，可以逛逛喵喵大师频道，或者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帮你哦。有很多6的你，最大的特色是遇到看不下去的事，当然要出面帮忙，是不是听起来超神勇的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你天生就是心软又有正义感，只要发现情况不妙，有人需要帮忙，你就会尝试介入、和缓、安抚、处理。这和 ENTP 要主持调停秀的情况很像哦。有很多6的你和 ENTP 都觉得有话就说呀。例如有一天你和朋友在喝咖啡聊天，在聊到 AI 时，有2个朋友突然激烈的争论。A 认为 AI 将取代人类，要完蛋了。
B 则坚信人类的创造力是 AI 无法比拟的。你一开始只是旁观，但随着争论越来越激烈，还发现双方都陷入自己的观点无法自拔。让你看不下去的是，双方开始人身攻击，原本的讨论突然变成了情绪化的对骂，这对很多6的你和 ENTP 来说是不乐见的。于是你决定介入，先用幽默的方式和缓了气氛，等双方暂停讨论，你就开始分析双方的观点。你说 AI 确实可以在许多方面超越人类，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性，生活变得更轻松，但它缺乏人类的情感和创造力，也是事实。还举例了一个好笑的 AI 新闻，让2个人僵硬的表情松动，跟着笑了出来。整个气氛在你的调停下，终于起死回生了。很多6的你和 ENTP 是喜欢热热闹闹的，只是意见落差太大时，就很容易变成吵架。要是你对争论的内容充满好奇，想要弄清楚时，会先选择旁观，听完2方的说法再说。等到没有新的观点出现时，你才会介入，让双方冷静下来，思考自己的观点，最后还协助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。AI 和人类可以互补，而不是对立。还有珍贵的友谊也被你抢救回来了。为了维护你喜欢的热闹氛围，时间一久，自然会练就出能够瞬间调停的超能力。你还会总结出大家舒服的说法，例如人类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进步，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，就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因为你理解人和人互动很容易有争端，练习回到和缓平静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6的你和 ENTP 是每天都在锻炼的哦，因此才能够成为这么优秀的调解人啊。上榜最厉害的是3号人，生命灵数不会算，欢迎参考以前的节目，完全没概念，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帮你哦。3号人的你最大的特色是好奇心，一旦被点燃，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是不是听起来很正常？但是可没这么简单哦，因为你的反应是旁人无法预测的。当你没兴趣时，是完全不闻不问的；一旦有兴趣，在问到满意之前是停不下来的。这和 ENTP 好奇心爆发的时候很像哦。3号人的你和 ENTP 从小就是好奇宝宝，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。例如有一天你看到妈妈在厨房煮饭，锅里冒出了许多小泡泡，你立刻跑过去问妈妈，为什么锅子里面会有泡泡呢？妈妈笑着说，因为水煮热了就会冒泡泡啊。你不满足于这个答案，继续追问，为什么水煮热就会冒泡泡呢？泡泡里面是什么？为什么泡泡会破掉？妈妈被你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哭笑不得，为了安全，只好把火先关上，耐心的解释，水加热的时候，水分子会变得活跃，它们互相碰撞，然后就变成了泡泡。当泡泡变大，就会破掉，变成水蒸气跑出来。你听了妈妈模糊的解释，更加好奇了，跑去书房翻阅各种科学书籍，想找出更详细的答案，甚至还上网搜寻相关的科学实验，想自己动手做实验，验证妈妈的说法。几天后，你兴冲冲地跑过来告诉妈妈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锅子里会冒泡泡了，因为水加热的时候，水分子获得能量，它们从液态变成气态，也就是水蒸气。这些水蒸气聚集在一起，就形成了泡泡。当泡泡上升到水面，周围的温度降低，水蒸气就会凝结成小水滴，泡泡就破掉了。妈妈听了你的解释，感到无比震惊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问题，竟然能激发你强烈的求知欲。3号人的你和 ENTP 的最大共通点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，喜欢问为什么，能够快速地分析问题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不满足于表面的答案，喜欢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，而且不害怕提出问题，认为只有不断地提出问题，你才能更好地理解掌握这个现象。善于思考，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，这个本能会驱使你们不断地探索未知领域，这是专属你们的天赋礼物，一定要接收起来哦。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是上榜的有 ENTP 辩论家特色的人，也就是有5的人，很多6的人和3号人，请先从认识数字563的天赋开始。例如数字5，没有你问不了的问题，开口就好了。数字6，遇到看不下去的事，当然要出手。数字3，好奇心被点燃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些都是你的原生能力，只要锻炼就会升级的天赋。想要做自己，就是要从这些地方开始着手。灵数白纸不用担心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节目，在资讯栏里面就有数字563的连结哦。
喵喵大师希望你接纳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幸福的动力，选择自己有的能掌握的方法来练习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会加倍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还想知道更多生命灵数排行榜吗？欢迎大家留言，以后找机会再说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幸福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2.0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